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话题，我们要怎么把那种烦死人的诈骗信件变成一场高智商而且超好玩的策略游戏。 OK，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想象一下这个情境哦，你我一定都遇过。你早上打开 email 信箱，划过一堆工作的信、广告信之后，看到一封那个标题一看就很可疑的诈骗邮件，什么中奖通知啦、包裹待领取啦，对吧？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直接删掉，可能还顺手封锁一下，眼不见为净嘛。不知道荧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处理呢？但如果我跟你说有一种更高端的玩法，不是删除，也不是封锁，而是开始跟他们聊天呢？你没听错哦，你看左边是我们一般人的标准操作，删除加封锁，干净利落，对吧？但右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分析的高手玩法，开启对话。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甚至有点疯狂？可是我跟你说，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非常有趣而且极具破坏力的策略。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来一场深度分析，把这个看起来很搞笑的行为当成一个策略个案来好好的拆解。首先，我们会介绍这种反向操作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会深入剖析一个堪称史诗级的黄金诈骗攻防实录，这个真的超精彩。再来，我们会从这个故事里面提炼出它背后的拖延战术核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会探讨这件事情如何从单纯的幽默升华到具有公共利益的层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提供一份实战指南还有风险警告，内容非常丰富，我们马上开始吧。好，第一部分，垃圾邮件的反向操作，副标题是一个简单的回复是怎么把烦人的垃圾邮件变成一场策略游戏的。这个概念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哦，叫做 scam baiting，直译就是钓诈骗，而我们今天的案例主角就是把这件事玩到出神入化的英国喜剧演员詹姆斯·维奇 （James Fitch）。他把回复诈骗信件当成一种娱乐，而他的核心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尽可能的浪费诈骗集团的时间。他把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而他手上最强的武器就是荒谬跟耐心。这真的不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哦，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我们后面会谈到。OK， 接下来重头戏来了，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精彩的部分，第2章黄金诈骗攻防实录。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拆解这场史诗级的邮件攻防战。你会发现，这真的不是在乱聊，这是一场充满心理战、非常高明的策略谈判。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詹姆斯收到一封邮件，标题跟内容都非常普通，就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是罐头讯息的诈骗格式。寄件人叫做所罗门，他说 ：“Hello， 詹姆斯，我有一个有趣的商业提案想跟你分享。”你注意看哦，连收件人的姓都拼错了，把 Vage 拼成 Vich， 这就是典型的广撒网钓鱼信件嘛，又粗糙又没诚意。詹姆斯非但没有删掉，反而很有礼貌的回信说：“我很有兴趣哦。”于是这个骗徒所罗门就上钩了，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亲爱的詹姆斯，你看这次姓又拼错了变成海滩 beach， 我们会运黄金给你，你只要负责分销就可以赚到10%的利润。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一个躺着就能赚大钱的机会，这就是诈骗集团万年不变的核心诱饵。重点来了，高手的操作就在这里。所罗门说，我们先从少量开始，大概25公斤，价值250万美金。各位，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了，对吧？但詹姆斯的回应直接颠覆了整个权力关系。他说：“才25公斤，所罗门，如果要玩，我们就玩大一点，我搞得定，至少要1公吨起跳。”你看，他不但没有被牵着鼻子走，反而主动加码，把赌注拉高到一个荒谬的程度，瞬间就从猎物变成了猎人。那骗徒肯定会想，这家伙是谁啊？口气这么大。詹姆斯早就想好他的人设了，他回复说：“我是避险基金的执行银行经理。老兄，这不是我第一次运金条了。”这一步真的非常关键。
他建立了一个高价值、有权威的专业人士形象，让他后面那些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要求，听起来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这就让骗徒开始觉得，好像真的钓到一条超级大鱼嘞。接下来这一步真的超绝，也就是拖延战术的第二阶段，导入变数，增加对方的工作量。所罗门当然会犹豫嘛，说服公司运1吨黄金很困难。詹姆斯就说：“我懂，我完全懂，我正在做一份视觉图表，你可以拿去给董事会报告。”然后他就寄了这张图过去。各位可以仔细看一下投影片上这张图，标题是黄金需求分析，但上面的标签完全是来乱的。你看 ，X 轴有星期1、星期2，Y 轴的单位有100%，很多，这根本看不懂，对不对？这张图表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但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骗徒觉得詹姆斯是很认真在推动这件事，而且对方还得花时间去消化这张莫名其妙的图。在来回拉扯的过程中，骗徒也会尝试打感情牌。所罗门就说，如果这笔生意成功了，我会超开心的，因为我也可以拿到很高的佣金。你看，这是在博取同情，想加速进程吗？结果詹姆斯是怎么回的呢？他完全不接招，反而回了一段跟黄金完全无关的话。一个词，鹰嘴豆泥。你可以把红萝卜切成条，然后沾着吃。你试过吗？这招真的太神了！你想想看，对方在跟你博感情，你却突然开始跟他聊食物，这会让对方有多错愕？这就是用极度无厘头的话题岔开，彻底打乱对方的节奏，最大化的制造沟通障碍。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詹姆斯觉得，差不多该收尾了，但他决定要用一个最鏘、最荒谬的方式来结束。他跟所罗门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以后的通讯需要用暗号。然后他就发明了这套暗号系统：律师等于小熊软糖，银行等于奶油蛋，文件是雷根糖，西联汇款是一只巨大的软糖蜥蜴。然后他自己，要叫 KitKat。你以为骗徒会放弃吗？才怪！因为他已经投入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心理学上这叫做沉没成本谬误。他不想放弃这条看似唾手可得的大鱼。几天后，詹姆斯收到了他自认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封邮件。所罗门真的用了这套暗号回信，生意继续。我正在为小熊软糖筹钱，这样他才能把所有需要的可乐品雷根糖交给奶油蛋。请透过一只巨大的软糖蜥蜴汇1500元过来。这封信根本就是这场战役的胜利勋章啊！完美证明了这套拖延战术的成功。骗徒被迫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使用这套荒谬的语言。我们继续看下去。好，刚刚的故事是不是超精彩？但我们不只是听故事哦，我们要来拆解它背后的策略。第3章，拖延战术分析。我们要把詹姆斯那些看起来很即兴的搞笑行为解构成一个清晰的，甚至可以复制的战术框架。好，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其实可以归纳出高手的4个步骤。第一步，建立高价值人设，像詹姆斯把自己设定成避险基金经理，这让对方觉得你是有利可图的大目标，值得花时间投资。这是第一步。接着第2步，拉高赌注，对方要25公斤，你直接喊到1公吨。这一步是为了夺回谈判的主导权，让对方跟着你的节奏走。第3步，导入荒谬的复杂性，像是那张看不懂的图表，或是突然聊鹰嘴豆泥，目的就是增加对方的工作量跟困惑，拖慢整个流程。最后第4步，最大化沟通成本，最后的暗号系统就是经典中的经典，让每一次的沟通都变得极度费力，彻底消耗对方的耐心和资源。在背后的核心经济学原理其实就是机会成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投影片的定义。简单来说，机会成本就是你为了做一件事而必须放弃的其他选择中价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像你花2个小时看了一部烂电影，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本来可以用这2个小时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比如看一本好书或陪家人，对吧？同样的道理，诈骗集团花在你这个假目标身上的每1分钟，都代表着他们少了1分钟去欺骗那些真正可能受害的、比较脆弱的人。所以，浪费他们的时间本身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对他们商业模式的策略性干扰。这就是这整件事的核心精神所在。
这就带到了我们更深一层的探讨，第4章的重点，从幽默到公共利益。为什么浪费骗徒的时间其实是一件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有功德的事情？詹姆斯·维奇自己说得很好，他们花在我身上的任何时间，都是他们没有花在诈骗弱势成年人积蓄上的时间。这句话把整个行为的动机从单纯的搞笑提升到了一种数位侠义精神的层次。这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保护。我们都知道，诈骗造成的伤害真的非常巨大，不只是金钱损失，更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每拖住一个骗徒1小时，可能就意味着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位长辈保住了他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不只是玩笑了，而是一种无声的守护。好，听到这里，我知道一定有人心痒痒的想说，好像很好玩哦，想自己也来玩玩看。所以我们最后一部分呢，就要来谈谈实战指南和风险警告。如果你真的选择要下场玩，该如何安全的进行？这部分很重要哦，大家要专心听。请大家务必遵守这几个黄金法则，安全第一。第一，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使用一个独立的匿名的电子邮件地址。詹姆斯自己也说，他一开始用本名信箱，结果信箱被灌爆，这是血泪教训。第二，我再强调一次，绝对绝对不要使用你真实的姓名或任何个人资讯，不要透露你的电话、地址、工作，什么都不要。第三，不要点击对方寄来的任何连结或下载任何附件，这非常危险，里面可能有病毒或木马程式，会窃取你的个资。第四，要清楚你的目标只是浪费时间，而不是恶意挑衅或攻击。我们的目的是干扰，不是结仇。OK， 保持一个游戏的心态，但要严肃对待安全问题。好了，讲了这么多，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一个看似搞笑的案例，拆解了与诈骗集团周旋的4大策略：建立高价值人设，主动拉高赌注，导入荒谬的复杂性，以及最大化沟通成本。我们也理解到，这不只是好玩，它背后的机坏成本原理其实具有保护潜在受害者的公共利益价值。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强调，如果要尝试，务必遵守安全守则，保护好自己。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思考：下一次当你收到那封垃圾邮件时，你会选择回复它吗？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